最近有个现象，要是你正在做生产环境的 AI 应用，可能得去查查你的调用日志了。不少开发者最近发现，明明调用的是顶级模型接口，但响应速度快得离谱。结果一测输出质量、逻辑表现跟预期的那个顶配版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这就是最近在业内被推到风口浪尖的静默路由。说白了，云厂商在后台偷偷加了一层请求分类器，为了省成本或者平滑算力压力，实时判断你的请求复杂度，然后把任务动态分发给低配版甚至更小的模型。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这可能只是感觉变慢了或者没那么聪明了，但对你来说，这麻烦大了。以前你买 API 模型名就是一份合同，是确定性的交付，现在这模型名更像是一个概率标签，你买的是一种服务，而不是一个固定产品。在合规审计严苛的行业，这种静默切换直接架空了你们的契约。怎么避坑？建议你立刻检查生产环境，给关键链路加上输出校验层，别指望调整 prompt 能解决，底层模型能力的波动是不可控的。如果还没做监控断言，现在就加上，只要模型返回值偏离了基准指标，系统得立刻报警。聊完这个糟心的，你说点有方向感的。现在 Agent 开发范式在变，以前你总纠结怎么调优对话逻辑，但吴文达刚开源的 OpenWorker 给出了一个新思路，从对话生成转向可执行交付。OpenWorker 的核心在于，它把权限控制从 UI 界面里剥离了出来，直接写进了架构的最底层。它把工具调用分成了 Read、Write、Local、Exec 和 External 4种风险等级，这才是开发者该有的思维。把 Agent 当成一个受限的进程来跑，而不是一个无限信任的聊天伙伴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不管外部指令怎么注入，系统级的操作边界都是焊死的。这其实对应了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， AI 正在脱离玩具阶段。你再看 Sakana AI 的 Fugu Cyber， 它是通过 Trinity 引擎拆解安全渗透任务，或者像 Nonchaku Lite把4bit 量化补丁直接打进 Diffusers 库，让扩散模型在 RTX 5090上实现秒级推理。这些看似分散的技术点，其实都在指向一个核心：稳定性、可验证性和工程化的权限管理。对于像你这样有积累的开发者，现在的机会不在于去卷提示词技巧，而在于这些底层重构。当 API 变得不再可靠，你在这个行业攒下的工程手感，你对系统边界的防御意识，恰恰是现在最稀缺的杠杆。下周如果出现因为这种模型路由模糊引发的企业级违约诉讼，别觉得奇怪。到那时候，那些能够通过本地化部署，或者用强效验层夺回模型控制权的方案，价值会瞬间凸显。最后想问你一个现实问题，如果你的生产环境模型被厂商静默换了，导致业务输出波动，你是会选择立刻换个接口厂商，还是在中间加一层硬逻辑监控来对付？